王一博、肖战凭啥火？唱歌、演戏、赛车样样行，普通男孩也能学。你以为他们只是明星吗？其实你看到的是拼出来的人生答案。最近刷到王一博在 China GT 赛车锦标赛上夺冠的新闻，我忍不住心里一阵激动。这哪是偶像，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斜杠青年天花板啊！28岁的他戴着头盔冲过终点线时，汗水湿透了发丝，那一刻的光芒比任何舞台造型都耀眼。可这不是娱乐圈的花架陈，而是他真刀真枪与职业赛车手一较高下拼出来的 GT3 AM 组全场冠军。更令人佩服的是，他的老搭档肖战也是个全能型选手，唱歌、演戏、综艺全面开花。两人用自己的成绩单告诉世界，顶流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靠一砖一瓦的努力一点点堆出来的。当你看到这样的成绩，其实是很容易被打动的，因为你知道这背后绝对不是一时的热血，而是长时间的坚持和自律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当别人还在休息的时候，他已经在赛道上反复练习，每一个弯道都在不断修正，每一次加速都在不断突破。那些看起来很酷的瞬间，其实都是无数次枯燥训练堆积出来的结果。你也会发现，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在娱乐圈已经有了不错的成绩就停下来，反而是选择走一条更难的路，把爱好变成专业，把挑战变成日常。这样的选择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因为你一旦站上赛道，就不再只是偶像，而是要用实力说话的人。再看看你提到的肖战，你会更清楚一件事，就是所谓的全能并不是天生就会，而是不断尝试和积累出来的。你今天多练一点，明天多学一点，慢慢的就会发现自己的边界在一点点被扩宽。你不需要一下子变得很厉害，只要一直在往前走，就已经很了不起。其实从他们身上，你能看到一种很踏实的力量，不是很头号的那种，而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。你可能也在自己的生活里努力着，也许没有那么耀眼的舞台，但每一次认真完成的事情，都是在为自己打基础。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故事，不只是觉得他们很厉害，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提醒。你也可以去尝试更多的可能，不用害怕开始的慢，只要你愿意坚持，就一定能看到变化。慢慢来，你会走出属于自己的那条路，而且会走得越来越稳。很多人以为明星的全能只是人设，但王一博的履历让质疑者无话可说。他从2019年开始涉足职业赛车，拍戏的间隙，别人休息，他就去练车，摔过的次数多得连自己都数不清。这次夺冠的85号赛车服背后是5年如一日的坚持，就像他跳节带，从《这就是街舞》第1季青涩的队长，到后来能与世界顶级舞者 battle 毫不逊色。演戏也是从《陈情令》里的被吐槽面瘫的蓝忘机，到《冰与火》里的让平井叔叔点赞的缉毒警，再到《长空之王》里拿下金鸡奖提名的试飞员。115部作品，37亿票房，这些数字背后是他把我不行从字典彻底删除的结果。当你把这些经历连在一起看，其实会更清楚一件事，那就是没有哪一项能力是凭空出现的。你看到的是他现在在赛道上的稳定发挥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在无数个没人注意的时刻，一次次去适应速度，一次次去克服恐惧。你可能会觉得摔倒很疼，也很容易让人退缩，但他选择的是继续站起来，再试一次。你再想想他跳舞的过程，从一开始还有点生疏，到后来可以和顶级舞者站在同一个舞台上不落下风，这中间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长期的投入。你如果也有一件想坚持的事情，其实可以从这里得到一点激范，
不用急着证明自己，只要每天都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行。在演戏这条路上也是一样的，你会看到他从一开始被质疑，到后来慢慢得到认可，这个变化不是一晚间发生的，而是一次又一次认真对待角色的结果。你认真去理解每一个角色，认真去打磨细节，时间久了，自然就会有人看到你的改变。那些看起来很亮眼的数字，其实只是一个结果，更重要的是你在过程中的态度。你再不轻易对自己说做不到了，而是愿意试试看，这种转变才是真正关键的地方。你可能还没有站在那么高的位置，但只要你在做的事情上愿意下功夫，你也会慢慢积累属于自己的成果。所以当你再看到这样的故事时，可以换个角度去看，不是单纯觉得别人很厉害，而是想一想你自己可以从中学到什么。你不需要和任何人比价，只要一步步走好自己的路，坚持下去，你也会变得越来越稳，越来越有底气。肖战的硬核则藏在细节里。拍《陈情令》时，他为了贴合魏无羡的少年感，提前半年练形体学古琴。拍《斗罗大陆》吊威亚吊到肩膀淤青，却仍笑着说年轻人就该多吃苦。唱歌就更不用说了，从组合主唱到春晚舞台，光点的破亿销售额不是靠刷粉丝，而是他把流行旋律和正能量歌词结合的好处。最圈粉的是他那种归零心态，即便已经爆红，也会蹲在片场看老戏骨怎么走位。永远在路上的拼劲才是普通男孩最应该学习的。别总想着我天赋不够，先问问自己有没有为一件事拼到凌晨3点。当你把这些细节慢慢看进去，你会发现他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表面上的成绩，而是对每一件小事的认真。你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，一开始觉得练基本功很枯燥，但当你真正坚持下来之后，才会明白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积累，最后都会变成你最稳的底气。他提前半年准备一个角色，其实就是在告诉你，很多看起来轻松的表现，背后都是提前付出的时间。再说到他面对辛苦的态度，你也能感受到一种很踏实的力量。受伤、疲惫这些东西谁都会遇到，但关键在于你怎么去面对。你可以选择抱怨，也可以像他一样把它当成成长的一部分。你一旦换了这种角度，很多原本难熬的过程反而会变得更有意义。唱歌这件事也是一样的，你可能会以为只要站上舞台就够了，但其实真正打动人的是你有没有认真对待作品本身。他把旋律和内容结合好，让人听得舒服，也听得进去，这种用心是藏不住的。你如果在自己的事情上也能做到这一点，不用刻意表现，别人自然会感受到你的认真。更重要的是，他那种随时可以从头开始的心态。你可能在某个阶段取得一点成绩后，就容易放松下来，但他反而更愿意去学习别人的长处。你如果也能保持这种状态，不管走到哪一步，都愿意继续提升自己，那你就不会轻易停下来。现在总有人抱怨内卷太严重，但看看王一博和肖战就明白，真正的高手都在外卷，不是在同一条赛道里挤破头，而是扩拓自己的第二战场。王一博把赛车从兴趣爱好变成职业竞技，肖战用绘画和设计展现另一面才华。他们证明了人生不是单选题。普通人或许成不了明星，但可以学他们那种死磕精神。想考研就别整天刷手机，想健身就别找借口天气不好，想搞副业就从今晚开始查资料。记住，这个世界从不缺梦想家，缺的是把我想变成我做的行动派。下次在羡慕别人闪闪发光时，不如问问自己，今天有没有比昨天多努力一点点？
当你真正理解这段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重点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。你不需要一下子改变很多，只要从一个小行动开始，比如少拖延一点，多专注一会儿，你就已经在往前走了。你会慢慢发现，那些原本觉得很难的事情，其实是可以一点点拆开的。你也可以试着给自己多一些尝试的空间，不要把路走得太窄。就像他们一样，不把自己限制在单一的方向里，而是不断去探索新的可能。你做的越多，经验就越丰富，选择也会越来越多。到最后，你会明白，别人身上的光其实是用来仰望的，而是来提醒你，你也可以发光。关键不是起点在哪里，而是你愿不愿意开始，并且坚持走下去。只要你今天比昨天多迈出一步，那就是很实在的进步。看完你有什么想法？欢迎留言分享，记得关注频道，一起成长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期时事通信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来活力。再见。